我在这边飞无人机的时候，碰见了几个当地的老乡，他们问我拍这个视频干嘛的。我说来山里面到处看一看，有没有一些闲置的房子能够转卖或者出租的。他们说，那村里面有一栋2层楼的砖房，建得挺好的。这户人家呢，常年都在外地，通过给他打了电话，他说房子可以租出去，大概1年的租金将近要8000左右。那我就挺好奇的，什么样的房子1年的租金要8000左右呢？随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带你们来看一下这栋砖房到底建得怎么样。这个村子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有8.5公里，平时没有公交车的，所以上山一趟要自己有私家车比较方便。整个村子里面有70-80户人家，有很多木房子，也有很多砖房，就像镜头前方的这些房子，都是2层半的小洋楼，建的都挺不错的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些木房子，我也看到村里面有很多木房子都已经闲置了，甚至于有些木房要开始倒塌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，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2层的小洋楼，上面盖的是绿色的琉璃瓦，房子感觉建得还挺不错的。首先来看一下他们家外面的一些环境，这底下是一大块的稻田，这边的稻田都养的有鱼，里面的水比较浑浊，到秋天打稻谷的时候可以到田里面抓鱼呢。还有些玉米地。这栋房子的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开门见山。这边的海拔也是比较高的，将近有600米左右。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房子。到夏天山里面也很凉快，基本上大家可以通过房子的外部结构看一下，都没有空调，说明到夏天并不会特别的热，甚至一到晚上还要盖一层薄一点的被子才能够睡觉。什么原因啊？这边稻田里面的鱼好像死掉了不少，挺可惜的。看这边也是一栋闲置的木屋，房子建得还挺好的，但是距离邻居都比较近，也就4-5米的距离吧。这边是典型的苗寨，房子都是紧挨着，大家建在一起。这是本地的苦竹，这个时候啊也长了笋子，这笋子是有点苦的，基本上都没人吃。我的车呢就停在这边，进村的道路将近宽4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，一路上山有一段弯弯曲曲，不太好走。当然小轿车进来也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栋房子算是独门独院吧，这里有条路可以开车到院坝。房子的旁边有玉米地，还有稻田，在这边呢也是一块稻田，也养的有鱼。看这个出水口的位置，用竹编这样子给它拦着，下大雨涨水的时候，这些鱼呢才不会跑掉。这里面的水啊很浑浊。村里面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有私家车，进出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那我们抓紧时间去看一下这栋房子。2层楼的砖房，整个外面都贴上了瓷砖，房子的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。从电话里面了解到，这栋房子是有7个房间，上下有2个客厅，有3个卫生间，还有个厨房。我感觉这栋房子的门前视野
也是非常的开阔，很不错。旁边有一小块地是他们家的，现在邻居家种上了玉米。整个院子是做了一个硬化，将近有80个平方左右。门口种了几棵树，这棵是樱花吗？还是樱桃树啊？那边还有枣子树，有桂花树，还有一棵柚子树。房子还是建得非常的漂亮。这栋房子啊，主人家说大概建了有15年了。1楼做了防盗窗，2楼没有做。窗户开得很大，将近2米乘2米左右，所以整个房间里面的采光是特别好的。大门也是很气派的。当然现在没有拿到钥匙，主人家呢也不在家，我们也不方便进去看。他们家是1年或者2、3年才回来一次，基本上很少在这边居住。在城里面呢也买了房子，长时间在外地工作。旁边的这块地呢是他们家的，现在暂时让邻居在这边种上一些玉米。门前的视野我们来看一下，特别开阔，很不错。底下就是稻田，这块稻田水特别浑浊，估计里面的鱼啊很多。这边距离邻居将近有差不多40-50米左右吧，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。其实把整个院门这样子做个铁门的话，基本上这块位置就是自己一个私密的空间了，非常的安静。在农村里面养鸡鸭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背后，这边的排水沟好像做的也挺好的，只是主人家没有在家。这边的杂草有点深，要清理一下。这边还有棵桃树，好像去年才刚刚嫁接的。这边的野花也开得很好看。这样的田园生活，大家喜欢吗？当地的老乡都挺热心的，大家在视频里面给我留言说，如果在农村里面租房子，到底安不安全，和当地人相处究竟怎么样呢？实际上，我来到这边拍了这么多视频，我觉得农村里面的老乡都挺热情的，而且都非常的好客。就像刚刚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够把村子里面闲置的农房给租出去，这样子呢，对于他们也是一笔收入。再一个可以把美丽的乡村给建起来，他们还挺感谢我的，所以说我也觉得挺欣慰的。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吧，每天去拍摄视频，帮上了不少的老乡。在这里呢，石头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